是一条金龙，同时娶了一条金龙为妻，可你们生下的却是一条黑龙，你大为震撼。本想先调查清楚事情缘由，谁知你的妻子却联合他的情妇，设下斩龙阵，想要将你抽筋扒皮，让你魂飞魄散。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是这天地间唯一有望成为应龙的真龙。所有人想要陷害你的人，你都会让他们灭族诛魂。你的血脉是这6界之中最纯正的金龙，万年来你们金龙一族一直统治着整个龙域，金龙血统高贵不容玷污。于是你千挑万选，娶了同为金龙的妻子。婚后没多久，妻子就怀孕了。今天正是她生产的日子，你听到房间里龙后凄厉的惨叫声，想要进产房去陪伴妻子，可是龙后却像是听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甚至顾不上生产的痛苦，大声嘶吼着：“不许进来！产房污秽，不是尊贵的龙王应该踏足的。”你听得一头雾水，只觉得莫名其妙。金龙血脉何等纯洁尊贵，是传闻中可以抵挡一切邪恶的存在，怎么可能污秽呢？你隐约想起在凡间历练之时，仿佛听说过这种说法，当时你便嗤之以鼻，觉得凡间之人果然愚钝。可你万万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从你的龙后口中听到这同样愚不可及的一句话。不过听到他无法压抑的痛苦哀嚎，你还是心软了，耐心的隔着门窗和他解释，金龙族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而且你的金龙真气可以缓解他的痛苦，帮助他顺利诞下金龙。可龙后死活不肯让你进入产房，甚至让他的心腹宫女守在门口，不许你靠近一步。你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丑态暴露在你的面前，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于是你只能隐去身形，偷偷的进入产房。可是令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看到了如此震惊的一幕。只见龙后早已生产结束，此时他正趁着疼痛不堪的身体，神情严厉的命令贴身侍女把孩子送走，然后再找一条死掉的小龙回来烧掉，对外就称我生下的是一个死胎。你闻言惊得目瞪口呆，不明白龙后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你们的孩子。就在侍女即将把孩子换走的那一刻，你再也忍不住的现出身形，将孩子抢了过来。你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感觉到了不对劲。看着襁褓中那条黑色的幼龙，你全身的血液瞬间冰冻。你是金龙，你的妻子也是金龙。众所周知，金龙加金龙只会生出金龙，怎么可能会生出一条黑龙呢？除非那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龙后被突然出现的你吓得呆愣当场，半晌才回过神来，又露出了你最熟悉的笑容。夫君，你看咱们的儿子多可爱啊！你沉默地看向柳如烟，她的笑容中满是喜悦，仿佛真的在为你们拥有了爱情的结晶而感到欣喜。可你看着怀中那条黑得发亮的小龙，拳头缓缓攥紧，骨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如果不这样的话，你怕自己会控制不住，狠狠地打碎他脸上的笑容。柳如烟仿佛也察觉到了你的不对劲，声音开始有些颤抖：“夫君，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我为你生的孩子吗？”“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一个6界之中最尊贵无比的金龙之王，竟然被自己深爱的龙后背叛，生下了一条黑龙。只要这个孩子出现在人前，整个6界就都会知道，尊贵的龙王被妻子戴了绿帽子。你以往对他的宠爱，那些一往情深的言辞举措都会变成笑话。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你的声音阴沉的可怕。柳如烟，你告诉我，2条血脉纯正的金龙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柳如烟的脸色瞬间煞白，她强撑起笑脸，装出一副无辜又委屈的模样看着你。夫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咱们的孩子有哪里不好吗？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在装傻，你怎么没有发现你的龙后是这样一个演技精湛的女人呢？你一把抓起襁褓中的黑龙，狠狠地对到柳如烟的面前，看清楚了，这就是你生的孩子，一条黑色的龙。现在你来告诉我，2条金龙生下的孩子为什么会是黑色的？强烈的怒气在胸中翻涌，让你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威压，属于龙王的威压迅速向周围蔓延开去。宫女们吓得全都跪伏在地，瑟瑟发抖，一句话都不敢说，甚至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柳如烟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眸中闪过一抹惊慌之色。可是见你并没有直接动手斩杀他，他认定你还是爱着他的，这独一无二的宠爱令他有种无法言说的优越感。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理直气壮地开始睁眼说瞎话：“夫君，你不懂，这是遗传规律，金龙是显性基因，黑龙是隐性基因，所以金龙和金龙结合是有可能生出黑龙的。显性基因、隐性基因、遗传规律，虽然你不明白这些词汇都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了解你的妻子，她眼神游移，每次开口说话前都会偷偷地咬一下嘴唇，这是她慌乱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小动作。你简直要气笑了，笑声震得整个龙宫都在颤抖。柳如烟，你当我是傻子吗？以为故意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就能够骗过我吗？你狠狠地掐住黑龙的脖颈，手指渐渐用力收紧，这是你耻辱的象征，你恨不得立刻就将它挫骨扬灰。柳如烟见状大惊失色，直接朝着你扑了过来，却因为刚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猛地摔落在地，只能徒劳地冲着你怒吼：“龙傲天，他真的是你的孩子，只是他继承了你我的隐性基因，才会是黑龙的模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柳如烟挣扎着向你爬了过来，身下蜿蜒出一路血色。如果是往常，你早就心疼不已，将他抱进怀里，轻声细语的温柔呵护了。可是现在你丝毫未动，没有任何想要将他搀扶起来的心思，甚至想起以前你对他是如何的呵护备至时，还会觉得恶心。你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地重复着他的话：“隐性基因，虽然我不懂什么基因，但是我金龙一族的血脉传承了上万年，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金龙一族的血脉是最纯正的，绝对不可能和其他任何龙族产生血脉混淆。”听到你这番斩钉截铁的话，柳如烟的眼神是掩饰不住的慌乱，可她还是死咬着不肯松口。我不懂你们龙王血脉到底有多高贵纯正，我百口莫辩，但是我只说最后一次，孩子就是你的，我从未背叛过你。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背叛龙傲天，那就让我五雷轰顶，龙神共泣。柳如烟神情坚定，一副威武不能屈的壮烈模样，让你忍不住有些动摇。难道真的是你搞错了？这其中真的有什么你不知道的隐情吗？毕竟是你曾经深爱过的人，而
而且你身为最尊贵的龙王，不能感情用事一时冲动，还是先搞清楚他说的那个什么隐性基因，再来判断这件事也不迟。你努力压下心中的愤怒，耐心地问清楚了所谓的基因是怎么回事。柳如烟洋洋洒洒说了一通生理常识，逻辑严密，没有丝毫破绽。唯一的可疑之处便在于，这套理论是对于凡间的人类而言，至于对于龙族是否适用，连柳如烟本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坚持龙族也不例外。你能够听得出这套理论是真的，所以你决定先调查清楚，免得真的冤枉了柳如烟。而且此事事关龙族繁衍的大事，绝对不能轻忽。于是你下令将柳如烟禁足在龙宫里，没有你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私自进出。然后你便来到了你的岳丈家族。柳氏一族出自苍蓝龙族，也是同属于金龙一脉。万年以来，苍蓝金龙一族都是你金龙王族的附庸。论战斗力，他们几乎是龙族里垫底的存在，根本比不上战神青龙族的一片龙鳞。论计谋，他们比不上善谋善断的赤龙，经常被赤龙嘲笑是龙族的智商最低线。这些年来全靠你的提拔，他们才没有被排挤出龙族中心。所以对苍蓝龙族来说，你是比祖先还要重要的存在。你的到来让整苍蓝龙族都受宠若惊，所有人都跑出来迎接你。岳丈柳固元一张脸更是笑成了一朵菊花。贤婿啊，你怎么来了？难道是龙后生下了龙子？你是来报喜的吗？柳家其他人也是欣喜若狂，当着你的面就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仿佛柳如烟生下的孩子就一定会继承你的龙王之位。柳家马上就要飞黄腾达，把其他龙族都踩在脚下的得意模样。你忍不住在心里嗤笑一声，看来你这些年来独宠柳如烟一个人，倒是给了他们不少错觉，以为你非柳如烟不可，甚至让整个柳家都能踩在你头上一样。你瞬间释放威压，场面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瑟瑟发抖，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柳固元这才意识到不对劲，也不敢再跟你攀交情，你懒得跟他们废话，直接问出自己的疑惑。这万年以来，苍蓝龙族是否有金龙以外的龙族出生？柳固元毫不犹豫地摇头否定。金龙血脉最是纯正，根本不可能和其他龙族杂交，生出来的自然也都是金龙。你自然不会听凭他的几句片面之词，就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你召集了苍蓝所有龙族，包括已经出嫁的龙女和他们生的孩子，果然无一例外都是金龙，没有一条其他颜色的龙。你将柳如烟说的那套理论说出，面对你的质疑，柳固元直接拿出了龙族典籍。苍蓝龙族实力这么差劲，还能不被淘汰，就是因为他们掌管着龙族典籍。典籍上记载了龙族的起源与发展。据记载，龙族本就是天地之间的灵气孕育而成，后来经过一代代繁衍传承，这才有了数目庞大的龙族王朝。自然和血肉之身的凡间人类不一样。你了然的点点头，和你想的差不多。可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柳如烟是苍蓝龙王的女儿，传闻中她是苍蓝龙族最聪慧的女子，自幼博览群书，出口成章。那她有没有看过这些典籍呢？柳固元骄傲的点点头，当然看过。如烟不到10岁就看遍了所有典籍，并且对典籍倒背如流，她可是我们苍蓝龙族的骄傲。你简直要气笑了。所以柳如烟什么都知道，就是把你当傻瓜一样，用一些凡间的说辞来忽悠你。她不仅背叛你，还把你当作可以随意玩弄的傻子。你再也忍不了了，当即返回龙宫，一把将柳如烟从床上薅起来。柳如烟，你好得很啊，你背叛我，还把我当作傻子愚弄，你真以为我不敢灭了你们苍蓝龙族吗？柳如烟吓了一跳，她强撑着还想继续辩解，可是你却不想再听她说这些废话。你猛地抓起那条黑龙扔进她怀里，你还想狡辩？你熟读苍蓝龙族的所有典籍，那你应该知道金龙和人类不一样，金龙和金龙只能剩下金龙。是不是你和哪条黑龙偷情的时候忘记了这个常识？还是说你根本就记得，只是在愚弄我这个傻子？被你说中了心事。柳如烟瞳孔猛然紧缩，害怕的全身都在颤抖，她的身子瘫软在地，嘴却是仍旧强硬，仍旧是一副夫君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模样的模样。你怒极反笑，一步一步地逼近他的面前，还说不懂？那好，我就说得更清楚一点，这个孩子根本不是我的，是你和黑龙族的哪个奸夫私通的结果，对不对？你身上的杀气几乎无法压抑，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威压，柳如烟根本无法与你的威压抗衡，不甘地趴在地上瑟瑟发抖。不是这样的，夫君，你听我解释，真的不是这样的。你心中只觉得一阵悲凉，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他还不肯与你坦诚，哪怕此时他能够认真地与你说一声对不起，你心里都没有那么的难过，还说不是？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孩子为什么有黑龙的肤色，有和黑龙一模一样的眼睛，甚至他身上的鳞片都是黑龙族特有的纹路。你的声音越来越大，整个龙宫都被你的怒气震得嗡嗡作响。柳如烟被你强大的威压震慑，再也撑不住那一副虚伪的面孔，她倒在地上，眼泪不断的落下，哭得楚楚可怜。夫君，我不是故意的，你原谅我好不好？事情已然败露，他对你根本没有丝毫的愧疚，也没有一言半字的忏悔，只想着装可怜，让你饶恕他的罪行。你彻底的看清楚了，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你的丝毫地位，他只想着他自己，当然可能还有他的奸夫和这个孽子。你紧紧地盯着柳如烟，眼神冰冷刺骨。你是真的没有想到，柳如烟她竟然真的敢做出这种红杏出墙的事情来。几百年的夫妻情深，2000多年的恩爱，还有你对他独一无二的宠爱与信任，就这样被他狠狠地践踏。你的真心被当作他有恃无恐的筹码。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造了多大的孽，才会在千万条对你痴心不悔的龙女中，选了这样一个水性杨花的贱人来做你的龙后。察觉到你的决绝与冷酷，柳如烟这下是真的害怕了，她死死地抓住你的衣摆，惊慌失措的还想继续辩解，可是你只觉得恶心，一个字都不想再听他说了。你一脚将他踹飞出去，还想解释？你要解释什么？详细的一字一句的说你是怎么背着我和你的黑龙情夫私通的吗？还是说你们在背后是如何计划着让我这个金龙族的龙王戴绿帽子，让我成为整个6界的笑柄？柳如烟瞬间满脸绝望，
他哭哭啼啼地向你哀求着：“夫君，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是有苦衷的，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都做出了这种不要脸的事情，还想祈求你的原谅，还想继续当你的龙后。你看着趴在地上哭得痛不欲生的女人，你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让你目眩神迷，让你废除6宫只愿意独宠她一人的女人。你当初是脑袋被狗屎糊住了吗？怎么会把这样一个水性杨花的贱人当作心头至宝？现在你对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她去死，立刻马上去死。可是不行，你不能让她死得这么轻易，你还要找出那个奸夫究竟是谁，还有苍蓝龙族到底有没有牵涉其中。于是你只是下令将柳如烟禁足，然后装作被伤透了心的模样，对外宣布你要闭关修炼，因为你的修炼已经到了瓶颈，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迎接应龙之劫。作为6界中唯一一条有望成为应龙的龙族，你是所有龙族的希望，大家都乐见其成，所以也没有任何人怀疑你的举动。果然柳如烟上当了，就在你闭关后的第2天，她便买通了宫女，偷偷的来到了龙域深处的苦海之渊，这里是龙族的禁地，传闻中是金龙族和魔龙一族上古之战的终结之地。万年之前，魔龙一族反叛，举兵攻入仙界，魔龙一族战斗力爆表，而且传说魔龙有不死之身，即便不幸战死，也能够以魔气聚集，化为古龙继续战斗，所以战场上几乎是魔龙压倒性的胜利。仙界一度陷入危险境地，危急关头是金龙一族临危受命，与魔龙殊死搏斗，最后金龙一族几乎全部牺牲，用自己的生命与灵魂设置诛魔阵，将魔龙大军全部镇压在苦海之渊。魔龙王也被镇压在此，传说他并没有死，而是一直在等待时机破除封印，卷土重来。而金龙一族经此一役也是元气大伤，血脉凋零，只剩下一条血脉存活于世，就是你的祖先。你原本以为柳如烟的情夫是黑龙族的哪个混蛋，所以你偷偷跟在他身后，想要找出那个让你戴绿帽子的无耻之徒，然后将对方诛杀。可你万万没有想到，柳如烟她不但红杏出墙，而且还背叛龙族，和魔龙一族搞在一起。漆黑的夜色下，苦海之渊魔气翻涌，两道身影若隐若现，紧紧地缠在一起。他们以为你还在闭关修炼，不会发现他们苟合之事，所以极为大胆放肆，丝毫不没有遮掩。你藏在暗处，目眦欲裂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见魔龙王紧紧地抱着柳如烟，那张俊美又邪恶的脸上满是得意。如烟，你做得好，看龙傲天那个蠢货一直把你当作心头宝，自从你怀孕后就公然昭告天下，要立你生下的孩子为龙太子，将来要他继承金龙族的一切。结果呢，却不知道他视若珍宝的孩子是你我2人爱情的结晶。柳如烟闻言有些担忧，弱弱地提醒他不要这样说，毕竟是他们2人偷情，对不起龙傲天。魔龙王闻言不屑地嗤笑一声，如烟，你怎么反倒维护起他来了？你忘了吗？可是你自己亲口所说，你根本不喜欢他，是他仗着龙王的权势强行娶了你，就是为了延续金龙一族最纯正的血脉而已。他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爱情，况且你现在已经生下了我的孩子，没必要再装作对他一往情深的模样了。虽然早就知道柳如烟红杏出墙，但是亲耳听到他们这样轻蔑的嘲讽你，你心中还是忍不住一痛，仿佛心脏被人用锯子狠狠地来回切割一般。柳如烟显然没有告诉魔龙王你已经对他产生怀疑的事情，他只是弱弱地辩解了几句。其实龙傲天对我还算是不错，他没有娶其他的妃嫔，整个后宫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最好的，整个龙族除了他以外，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咱们没必要对他赶尽杀绝吧。魔龙王嘲笑他的天真，让你吃好穿好只娶你一个，就是对你好了吗？他那不是爱，而是占有欲，他把你当做他一个人的玩物，是他彰显自己深情专一的工具而已，同时也是把你当做延续血脉的工具。可我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这一番甜言蜜语让柳如烟被迷得神魂颠倒，她彻底忘记了你对她所有的深情厚谊，你对她的好也被曲解为糖衣炮弹。两个人一脸阴毒的开始商量要怎么彻底的除掉你，让他们2个亲生的孩子继承龙王之位，然后彻底掌控整个龙族，最后利用龙族反攻仙界，让魔龙一族彻底的成为仙界新的统治者。你听得目眦欲裂，身上的杀气差点控制不住。你本以为这只是柳如烟这个愚蠢的女人红杏出墙的家庭丑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开始，实际上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魔龙一族居然想要用这个孽种窃取你的龙王之位，他们不但要谋夺龙族，还想要颠覆整个仙界。若不是你及时发现了产房里的不对劲，恐怕整个龙族都要为他们陪葬，连仙界都无法幸免。柳如烟毕竟是个弱智纤纤的女子，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她还是有些害怕的，连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如果龙傲天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该怎么办？到时候苍蓝龙族恐怕都会被他斩杀。可是魔龙却丝毫都不担心这一点，龙傲天不过只是个自以为是的黄毛小子罢了，除了金龙最纯正的血脉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屁都不懂的一个蠢货。他能发现什么？你在他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个恋爱脑，他笃定你即便是发现了柳如烟的奸情，以你的性格和你对柳如烟的宠爱，结果顶多就是心死如灰，和他此生不复相见。他认定你舍不得伤害柳如烟，而在你犹犹豫豫的这段时间里，他们2个的孩子肯定早已经长大，足够掌控龙族势力，到时候你即便是想要铲除他们母子也已经来不及了。魔龙对自己的猜测十分有信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成功的撬走了你的墙角，你深爱的女人在他面前就是一条卑微的舔狗，所以面对着你，他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感，毕竟你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又有什么资格和他抗衡？魔龙轻蔑的笑声和嘲讽，一字一句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切割着你的心脏。更令你心痛的是，柳如烟没有反驳，反而还极为赞同。深爱过的人对自己的轻蔑与嘲讽，比外人的任何话语都更加的让你痛苦。原来在他心里，你龙傲天就是这样一个蠢货，你对他几千年的宠爱，在他心目中却是一文不值，被他弃若敝履。他竟然如此无情，背叛你也就罢了，
还竟然还想谋夺你的龙王之位，算计整个龙族为他们的野心做垫脚石。若是他们的计划成功，那么龙族将会在6界之中不复存在，还会成为6界的罪人。而他做这一切都只因为魔龙的一句承诺：如烟，等我们统治了6界，我就会娶你为先后，让你成为6界之中最尊贵的女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作为龙傲天繁衍后代的工具人。柳如烟感动得泪如雨下，哽咽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的抱着魔龙，做出妩媚邀约的模样。这下贱的模样让你看得直反胃。若不是身为龙王的责任让你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不能感情用事一时冲动打草惊蛇，否则你恐怕会忍不住冲上去，狠狠地撕碎这2个畜生。你闭上眼睛，努力地压下心中暴虐的怒意，然后趁着2人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时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苦海之渊。你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限，无法再压抑下去，只有复仇，只有狠狠地报复他们，让他们万劫不复，才能够浇灭你心中的怒火。第2天，你便下令废除柳如烟龙后的身份，并且将她生的那条黑龙禁锢在龙族的圣殿之中。因为柳如烟还在和魔龙私会，所以龙后宫中没有人敢提出抗议。你的计划顺利进行，直到晚上，柳如烟才得到消息，急匆匆地赶到你的书房。她满脸惊慌失措，眼神中是掩饰不住的恐惧与忐忑。她哭着跪倒在你面前，拽着你的衣角苦苦哀求：夫君，你不要这样对我，我们忘掉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你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视若无睹地继续处理着手中的公务，仿佛没有看到他的存在一样。柳如烟战战兢兢地等待了半晌，见你没有反应，她只能壮起胆子提起了孩子的事情。夫君，就算是我年老色衰，你不再喜欢我了，也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你闻言忍不住嗤笑一声，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什么孩子？他还有脸说那是你们的孩子？那不就是一个孽种吗？柳如烟瞬间全身一震，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屈辱一般。夫君，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孩子？他可是咱们的。你忍不住狠狠地一拍桌子，看着他的眼神冰寒刺骨。我们的孩子，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他不是你和魔龙王私通的孽种吗？魔龙王3个字一出，柳如烟神情惊骇，全身都在止不住的颤抖，疯狂地摇着头辩解：不是的，我跟魔龙王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我们的孩子，只是因为隐性基因在他身上重现了而已。看他仓皇失措的模样，你估计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他哭得楚楚可怜，涕泪横流的样子让你恶心的想要吐。事实都摆在面前了，这个贱人还想装，而且还装得挺像一回事。如果不是你昨天晚上亲眼见到他和魔龙王苟合，恐怕你还真的会被他骗过去。你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神情阴狠地盯着他的双眸。柳如烟，你知道欺骗龙王是什么罪名吗？柳如烟愣了一下，下一秒脸色惨白如纸。他想起来了，欺骗龙王罪同谋逆，是要拔掉龙鳞、抽掉龙筋、斩首示众的重罪，就连他的家族也会被他牵连致死。柳如烟全身抖若筛糠，惊恐地看着你，夫君，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不要这样对我。你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做出任何暴虐之事，只是对着他轻笑一声，让人将他搬出龙后宫，送到偏远的冷宫中去。而且你不会让他再见到那个孽种。龙族圣殿是整个龙族最核心的地方，传闻有龙族先祖的真气所庇佑，对于龙族来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对于魔龙来说，这里就是最危险恐怖的地狱。熟读龙族典籍的柳如烟显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跪在你面前疯狂地磕头哀求：夫君，求求你不要这样，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的妻子，是你唯一挚爱之人啊！听到妻子和挚爱这2个词，你只觉得讽刺，你恨不得当场拧断他的脖子。柳如烟，你这个红杏出墙的贱人，也配提起妻子这2个字？柳如烟还在死鸭子嘴硬：夫君，我没有红杏出墙，我真的没有。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事到如今他还敢否认，你都忍不住有些佩服他的厚脸皮了。既然你说你没有背叛过我，那你敢不敢到龙族圣殿中去，对着那些在上古大战中牺牲的龙族祖先的神位发誓，你从没有做出过对不起我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背叛过整个龙族。柳如烟瞬间神情晦暗，眼神中的绝望几乎要满溢出来。虽然他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你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你本来还幻想着，也许他是被魔龙所胁迫无法反抗，所以只能潜伏下来，做魔龙王身边的卧底，为龙族搏出一丝出路。可事实证明他就是蠢，就是单纯的不知廉耻。你不想再跟他废话，直接将他一脚踹了出去。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龙后，你只是一个红杏出墙不知廉耻的龙女。你从来没有如此疾言厉色的对柳如烟发过怒，即便是发现他生了一条黑龙的时候，都没有如此的愤怒过。所以柳如烟是真的怕了，她像是一条狗一样趴在地上对你摇尾乞怜：夫君，对不起，我错了，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我的过错，只求你不要这样对我。你心中满是厌恶，这样会和龙族的仇人纠缠在一起的贱人，根本不配出现在你面前。不过既然他这么想要一个机会，那么你给他就是了，正好可以利用他摧毁魔龙的计划。想要我原谅你也可以，你去告诉魔龙王，说我已经彻底相信了你的那个隐性基因的说辞，并且决定立那个孽种为龙太子。等他长大后，我就会将龙王之位传给他。柳如烟犹豫不定地看着你，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不明白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也没有兴趣和他解释清楚。你不用问为什么，只要照着我的话做就行了。若是你能够说服魔龙王相信这一切，那么我就原谅你背叛我的事情。你并没有骗他，背叛固然令你无法容忍，但是只要他能够骗过魔龙王，引诱魔龙王露出更多的破绽，为龙族消灭魔龙一族做出贡献，那么你可以考虑放他一马。可是你高估了柳如烟的智商，他竟然真的对魔龙王痴心不悔，死活不肯去骗魔龙王。既然这最后一个机会他不愿意要，那么你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你当即拟定诏书，宣告整个龙族，废除了柳如烟的龙后之位，将他赶出龙宫。从今往后，他就是龙族的罪人，永生永世不得踏入龙域半步。这一纸诏书一下，就预示着柳如烟不但不再是龙后，更是为龙族所无法容忍的罪人。一旦他踏入龙族的领地，那所有龙族都
可以对他群起而诛之。柳如烟彻底的失去了龙族的身份，这几乎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他死死的抱着你的腿，苦苦哀求：夫君，求求你不要这样，不要赶我走，我不能离开龙族，否则我活不下去。可是你却丝毫没有心软。他活不活得下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和魔龙王勾结在一起，想要利用整个龙族攻打仙界的时候，他有考虑过他的族人和其他龙族能不能活得下去吗？你一脚将他踢出龙族宫殿，不等他继续哭嚎，就命令侍卫将他拖出去赶出龙域。自此以后，龙族不再有柳如烟这个人。你坐在高高的龙位之上，俯瞰着整个龙域，心中不再有任何情感，只有身为龙王的责任。这是你的龙族，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凡是敢对龙族伸手的人，你必定要剁掉他的手，还要将他挫骨扬灰，连他的九族也要全部诛灭。柳如烟被赶出龙域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龙域的每一个角落，所有人都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你冷血无情，也有人觉得柳如烟罪有应得，但是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你只关注着一点，那就是魔龙王的反应。果然不出你所料，柳如烟刚刚被驱逐出龙族的领地，魔龙王就分裂出一丝神魂，从封印里挣脱出来，赶到了柳如烟的身边。他焦急地抱住柳如烟，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龙傲天为什么要废掉你的龙后之位，还把你驱逐出境？柳如烟扑进他的怀里，哭得泣不成声。龙傲天他都知道了，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也知道了黑龙是你的孩子。魔龙王闻言大惊失色，甚至隐隐带着一丝恐惧，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明明他和柳如烟的事情做得那么隐蔽，根本没有任何人看到，他们的计划明明天衣无缝，就连隐性基因这一套完美的理论都被他们搞完了。龙傲天怎么会知道呢？他问柳如烟，柳如烟自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从头到尾他都是一头雾水。魔龙王急得团团转，脸色阴晴不定，半晌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又重新冷静下来。就算龙傲天知道了又怎么样？那个蠢货以为把你赶走就没事了吗？按照龙族的规矩，龙后生的孩子有权利继承龙王之位，黑龙是你没有被废之前生下的孩子，那么他现在就是龙王之位唯一的合法继承者。他笃定你这样耽于情爱的恋爱脑，即便是在生气也不会狠下心来杀死一个刚出生没有几天的婴儿，顶多就是将那个婴儿囚禁起来，不想再看到他而已。柳如烟闻言欣喜若狂，本以为自己已陷入绝境，没想到绝处逢生，峰回路转，他们还是可以利用黑龙重新夺取龙王之位。听到这里，你再忍不下去了，这两个不知廉耻的畜生都到了这步境地了，还在想着夺取你的龙王之位，想要利用龙族颠覆仙界。看着两人得意洋洋的模样，你迅速带着人将他们团团包围，在他们做美梦做到最快乐的时候，狠狠地将他们打下深渊。看到你出现的那一刻，魔龙王和柳如烟瞬间脸色大变。龙傲天，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居高临下的看着抱在一起的这对狗男女，不屑地嗤笑一声，懒得回答他这脑残的问题。你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他们挫骨扬灰，让他们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魔龙王眸中闪过一抹恐惧，他虽然是上古之王，但是他曾经狠狠地败在金龙一族之手。在那场必胜的战争中，金龙一族居然不顾生死牺牲了全族人的性命，用生命与灵魂布下诛魔阵，将拥有不死之身的魔龙一族死死地封印在苦海之渊，万年以来让他们受尽了苦楚。这样的恐惧深入骨髓，是比仇恨还要深刻的印记。而你是金龙一族唯一仅剩的血脉，你的身上有万年来所有金龙族人的庇佑。看到你，魔龙王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残酷的战场上，让他不由得神魂震颤，瑟瑟发抖。他色厉内荏地冲你大喊：龙傲天，你休得放肆！你若是敢杀我，魔龙一族定会破封印而出，颠覆整个六界，到时候你就是挑起战争，颠覆六界的罪人。你简直被魔龙王蠢笑了。现在魔龙一族都被镇压在诛魔阵之下，自身都尚且难以保存，还有什么资格和金龙一族开战？这不是在搞笑吗？魔龙王闻言脸色，龙傲天，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我魔龙一族被你们金龙镇压在苦海之渊，受尽万年的折磨，难道还不够吗？你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踩着他的脸，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每个字都狠狠地戳在他的痛处。当然不够，魔龙一族根本就不配存在于这天地之间，我要将你们全部歼灭。魔龙王神色大变，即便是仙界也只敢镇压魔龙一族，从来没有人敢说要诛灭其他任何一族。你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在六界之中，无论哪一族做出大逆不道之事，都只能镇压不能诛灭，因为每一族都是天道的产物，存在即有理，不能轻易涉及存亡之事。若是你敢为天下之大不韪，那么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毕竟金龙一族的尊贵地位，万年来也是惹得无数人眼红的存在。不过你早有准备，在你动手之前，你会让整个六界都知道魔龙王与你的龙后到底做了什么。话音刚落，你就拿出了一个留影石，上面录下了魔龙王与柳如烟所做的所有事情，一字一句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甚至就连他们那些不堪的画面都历历在目。柳如烟惊恐的全身颤抖，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既然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会容忍我骗你？你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区区一个龙后还不足以让你大失分寸。自从你知道了柳如烟背叛你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早已在心里给他判了死刑。愤怒自然是有的，但是龙王之位让你不会被愤怒冲昏头脑。从那时起你就已经开始布局，你看到的每一次他们之间的接触，你都从头到尾录了下来。这样的留影石你有很多，你当即抬起剑指冲天空一挥，一道巨型的光幕笼罩了整个天空。你要将留影石上的画面全部投射在这光幕之上，让六界的人都好好的看清楚你的龙后和魔龙王究竟做了什么好事。到那时候，柳如烟将彻底的身败名裂，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有龙族之人都会视他为叛徒，人人得而诛之。至于魔龙王本就是被封印的叛逆，只是万年的岁月过去，封印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所以才能让他的一丝魂魄从封印中脱离出来，与柳如烟做下这等苟合之事。但是从他们的阴谋败露的这一刻起，六界一定会将他们视作心腹大患，重新加护封印，甚至让他们在苦海之渊中的日子更加难过，日日受尽折磨。想到这些，两人瘫软在地，瑟瑟发抖。魔龙王突然暴起，冲你发动攻击，可是只有一丝魂魄之力的他哪里你的对手？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你就将魔龙王踩在了脚下。看着他屈辱的表情，你心中的怒火已经消散了一半。你居高临下轻蔑地看着他。万年前你是金龙一族的手下败将，万年之后你仍然被我踩在脚下。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配与我金龙族一战？还想颠覆六界，真是大言不惭，令人耻笑。你拿出流影石对准天上的光幕，还没来得及动手，柳如烟就扑了过来，跪在你面前，死死地抱着你的腿，苦苦哀求：夫君，求你不要这样对我，一日夫妻百日恩，难道你真的要将我逼入绝路吗？你凝视着他脸上的恐惧绝望，轻蔑地冷笑一声：一个水性杨花背叛龙族的贱人，也配和你谈夫妻情分？他不是和魔龙王勾搭成奸，生下孽种，想要夺取龙王之位，还想覆灭龙族，统治六界吗？是他亲手毁了你们之间的情分，现在死到临头了才想起来要忏悔，早干什么去了？这一句句对不起没有丝毫诚意。从现在开始，你和魔龙王将成为六界的笑柄，而你柳如烟将是整个龙族的叛徒。就算我不杀你，你也活不了多久，而且你会比死更痛苦。说完后，你不再犹豫，直接将流影石上面的画面投射到整个天幕之中。一瞬间，柳如烟和魔龙王勾结，图谋龙族企图颠覆六界的阴谋便展露在所有人的眼前。整个六界都沸腾了，纷纷叫嚷着要让魔龙族和苍蓝龙族付出代价。以仙界为首的正道联盟赶赴苦海之渊，集众仙家之力加固封印，彻底的将魔龙一族封印回去，并且因为魔龙王阴谋覆灭六界，让六界众人对他深恶痛绝，几乎是拿出了所有仙族所知道的严刑酷法，全部都加注到了苦海之渊之上。而且每一年都会派人来加固封印，顺便增加新的严刑酷法，务必要让魔龙一族日日承受折磨，在折磨中忏悔他们的罪孽。而苍蓝龙族彻底名声扫地，成为六界仙族的笑柄，被龙族唾弃。而柳如烟更是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大家似乎觉得让他死还不够解气，每一次他快要不行的时候，都会给他留一口气，让他仓皇逃命，接着又继续开始新一轮的追杀。柳如烟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他也曾经想要自我了断，可是各大龙族心底的那口恶气还没有彻底消散，如何能够允许他解脱？在众多灵丹妙药的加持下，柳如烟想活不下去，想死却又死不了，只能这样备受折磨，煎熬度日。你坐在龙位之上，听到属下汇报的这些事情，心里感觉爽快极了。对这些不知廉耻的叛徒，就应该让他们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现在只剩下苍蓝龙族，还有那个孽种了。苍蓝龙族教导出如此大逆不道的龙女，自然是罪同谋逆。你本来还念着他们并不知道柳如烟勾结魔龙王的事情，打算对他们网开一面，只是惩罚了苍蓝龙王。可是很明显，你的宽宏大量并没有换来苍蓝龙族的感恩戴德，他们反而得寸进尺，仗着你的宽容，打着你的旗号，将柳如烟接回了苍蓝龙族，甚至对各大龙族放出话来。柳如烟毕竟是龙王的龙后，即便如今被废，也是龙王唯一心爱之人，谁也不许欺辱于她。她永远是我们苍蓝龙族的龙女，你简直都要气笑了。柳如烟做出如此违背祖宗的事情，他们非但没有以此为耻，和其他龙族一样诛灭叛徒，反而还为叛徒撑腰。尤其令你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打着你的旗号，这不但是对龙族的侮辱，更是对你这个龙王尊严的践踏。在他们心目中，你是有多么的愚蠢，才会仍旧痴爱一个背叛龙族的贱人。你当即下令诛灭苍蓝龙族，可是原本和你同仇敌忾的各大龙族却表示反对。龙族长老们齐聚在龙宫，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意气用事。苍蓝龙族是龙族中的一员，大家同根同族，不能因为一个脑子不清醒的女人就自相残杀，这岂不是让六界其他仙族看了笑话？你微微勾了勾唇角，脸上的嘲讽丝毫没有掩饰。笑话？龙族出了这样敌我不分的族人，就已经让六界看够了笑话。可是现在这样愚蠢的族人不止一个，而是苍蓝龙族整个一族，这本身就是天大的笑话。你想要清除叛徒，这些顽固的长老不但不支持，反而还开始同情起叛徒来，甚至连起手来为叛徒求情，向你这个龙王施压。你顿时心里一阵冰寒刺骨。若是龙族都是这样脑子不清醒、没有骨气的废物，那这个龙族也就彻底完了。当年金龙一族的祖先披肝沥胆，牺牲一切才换来了龙族的未来。若是他们知道现在有这么多软骨头在为魔龙王的库下之臣求情，也不知道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你本来只是想要处罚防苍蓝龙族，可是现在你突然看到了龙族存在的重大的危机，龙族差点被柳如烟和魔龙王害得灭族。可是现在居然有人因为柳如烟看起来可怜，而罔顾他背弃龙族、谋害龙族的大逆不道之举，会他求情给他撑腰，这样的害群之马必须清除。你瞬间下定决心，发布诏书，苍蓝龙族全族诛灭，其他龙族凡是敢来为他们求情的，一律视为背叛龙族，押上斩龙台，斩首示众，绝不姑息。长老们被你的冷酷震慑得满脸惊骇，个个哭天抢地的请求你收回成命。龙王，苍蓝龙王一时糊涂，我们代表他们一族向您道歉，只希望你能看在大家同根同族的份上，饶过他这一次。你怒极反笑，饶过他们。若是你没能及时发现他们的阴谋，让他们阴谋得逞的话，现在整个龙族都已不复存在。他们同情苍蓝龙族，那么谁又来同情那些差点无辜被灭的龙族同胞们？可这些长老仿佛听不懂你的话一般，见谈感情跟你谈不通，便又改变主意，用利益来诱惑你。陛下，只要你能够饶过苍蓝龙族，我们愿意献出各自领土上的灵脉。灵脉是所有仙族修炼晋升的重要资源，可是你却不屑一顾。对你来说，再重要的资源都比不上龙族的安危。只有彻底清除了这些软骨头和叛徒，龙族才能彻底远离危险，不会轻易被敌人从内部攻破。利益的确很诱人，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利益来交换的。长老们痛心疾首，看着你的表情，仿佛在看一个顽固的暴君。龙王陛下，我们都已经退让到这种地步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猛然站起，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些顽固不化、头脑不清的软骨头。很简单，我要诛灭苍蓝龙族，将这些叛徒尽数斩杀，挫骨扬灰。我就是要告诉整个六界，我龙族与魔龙一族不共戴天，谁若是背叛龙族，这便是
下场。此事已定，不得再有异议。长老们神色苦楚，面面相觑。对他们这些老顽固来说，龙族自相残杀是他们绝对无法容忍的。他们还想继续劝说你，但是你已经不想再听了。如果你们舍不得苍蓝龙族，那就跟他们一起上斩龙台，一起承担背叛龙族的罪行吧。听到你这么说，长老们顿时大惊失色。这下他们是真的怕了。虽然嘴上说的好听，同根同族要互帮互助，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生命之危，他们立刻就清醒了。龙王说笑了，对待苍蓝龙族这样的叛徒就应该重罚，杀鸡儆猴才对。你满意的点点头，很好，他们总算是清醒了。背叛龙族这样的罪名，任何一个龙族都承受不起。你当即派出龙族精英诛灭苍蓝龙族。苍蓝龙族一向以龙王的岳家自称，平日里高高在上，嚣张跋扈，只会以权势压人，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认真修炼，自然不是龙族精英的对手。虽然他们很不服气，居然抗旨不遵，还集合苍蓝所有龙族进行反抗，但不过3天就被龙族精英攻破，所有苍蓝龙族都被押上了斩龙台。柳如烟自然也被揪了出来，你特意将他放在最后，让他亲眼看着苍蓝龙族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是如何被斩首并诛灭灵魂的。柳如烟彻底崩溃了，看着你的眼神满是怨毒。龙傲天，你这个冷血的怪物，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于你，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爱你。我心中唯一的挚爱只有魔龙王，你给他提鞋都不配。如果是从前这样的话语，可能还会刺痛你的心，但是在经历过了差点灭族的痛苦之后，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你也不在乎柳如烟是不是爱你，反正他和他的奸夫谁也别想逃出你的手掌。什么爱不爱的，在龙族大业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听到你这么说，柳如烟看着你的眼神带着一丝嘲弄与怜悯。龙傲天，即便你是高高在上的龙王又怎么样？你根本就不懂爱，也没有人会爱你，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你太可怜了。你轻轻地垂下眼帘，轻蔑地俯视着他，然后呢？对，那又怎么样？柳如烟不屑地嗤笑一声，没有人会爱你，我诅咒你，你会永远地坐在那龙王之位上，但是你永远都是孤独一人，在那龙王之位上高处不胜寒，享尽无边的孤独寂寞。你差点爆笑出声，你还是第一次知道有人是这样诅咒你的，永远待在龙王之位上，岂不是说你会长生不老？与此同时，龙族也会永远存在。至于什么高处不胜寒，享尽无边的孤独寂寞，那简直不值一提。没有人爱你又怎么样？这丝毫不影响你享受一个又一个的美人。柳如烟所说的这些语气，说是诅咒，还不如说是祝福。你突然有些好奇，忍不住想要打开他的脑袋，看一看他的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能把这样的祝福看作是诅咒？他真的是龙族之人吗？脑子里装的该不会是豆腐渣吧？你控制不住的仰天长啸。可是在柳如烟眼里，他还以为你是被刺激疯了，顿时更加兴奋地冲你怒吼：龙傲天，你杀了我吧！但是你永远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我不会爱你的，我爱的是魔龙王。你永生永世只配抱着你冰冷的龙王宝座，孤独地度过你漫无边际的一生。你好笑地看着他，既然龙王宝座这么让他们不屑一顾，那他和魔龙王又何必处心积虑地谋夺你的王位？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你突然有个想法，如果魔龙王知道他费尽心思都没得到的一切，竟然被柳如烟诅咒给了你，他会是什么表情呢？你当即抓起柳如烟，闪身来到苦海之渊，将魔龙王的神魂抽了出来。柳如烟一看到魔龙王便泪如雨下，扑进他怀里抽泣着，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只要能和你死在一起，我便心满意足了。魔龙王也动情的死死抱着柳如烟，但是相比起柳如烟那不顾一切的模样来，他的表情中是掩饰不住的不甘心。很明显他可以勾搭柳如烟，却不甘心就此死去。你只觉得好笑，当即拿出留影石，将柳如烟当时对你说过的话，以及那些所谓恶毒的诅咒都播放给魔龙王看。果然不顾你所料，魔龙王气得目眦欲裂，狠狠地掐着柳如烟的脖子怒吼：你这个贱人，我就知道你都是骗我的，你心里最爱的其实是龙傲天，对不对？你竟然用自己的生命祝福他，你为什么不将这样的祝福给我，枉费我对你这么好？你这个贱人，你给我去死！柳如烟又惊又怒，不明白为什么口口声声说着爱他的魔龙王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可他不甘心，他可以死在任何人手中，却唯独不能是自己心爱之人杀他。柳如烟拼命地挣扎着，她毕竟是苍蓝龙族的公主，手里拥有招数不尽的保命法宝，这些都是她准备逃命的时候用的，没想到现在都提前用在了她的情郎身上。魔龙王本就因为6界加持封印，而在其中受尽了折磨，神魂早已不稳，现在又被柳如烟手上的法宝攻击，魂魄立刻开始溃散。她不甘心地嘶吼着：为什么你要背叛我？你这个愚蠢的女人！早知道当初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就应该将你撕吃入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魔龙王祭炼了自己的神魂，想要与你和柳如烟同归于尽，可是你早有准备，哪里会被这蝼蚁的垂死挣扎所击中？你启动诛魔大阵，将魔龙王和柳如烟斩首，他们的神魂也被你抽出来困在诛魔阵中。你突然停了手，不是你心慈手软，而是你突然想起来他们还有一个孽种。你是个心地善良宽厚仁德的龙王，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一家3口阴阳相隔，于是你让人将黑龙带来。黑龙虽然才出生100天，但是秉性邪恶的他早已经开始展露出魔性。据看守黑龙的龙族守卫说，只要黑龙看到任何龙族都会发动攻击，因为他还是个婴儿。很多龙族即便知道他是魔龙之后，也仍旧会心存怜悯，没有什么防备，所以中招的人还不少。幸好黑龙年幼法力低微，这才没有闹出人命。看到黑龙之后，2个刚刚还在互相残杀的人猛然清醒过来。柳如烟想要扑过来争夺黑龙，可是被诛魔阵困住，他只能跪在地上对你苦苦哀求：把孩子还给我，他是我的孩子，求求你还给我，他还小，孩子是无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低头看着襁褓中的黑龙，那双本应该清澈无邪的双眸，此时却正恶狠狠地瞪着你。你可不相信他真是无辜的？也许魔龙一族本身就是这么邪恶，
即便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又如何？他身上流的是叛徒的血液，这个孽种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龙族的侮辱，对你尊严的践踏，你怎么可能让他还活着？可是柳如烟听不进去任何话，她只是跪在地上对着你疯狂的磕头，磕到神魂都开始震颤消散，都还没有停下。龙傲天，求求你，你要杀就杀我，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求求你把他给我。看着他这副凄惨的模样，你心中满是快感，这就是背叛你的代价。但是你也不屑于去折磨一个母亲，你反手将黑龙扔进了诛魔阵中。柳如烟顿时欣喜若狂，立刻伸手想将孩子抱进怀里，可是就在他快要触碰到襁褓的那一刻，一直沉默不语的魔龙王却抢先一步将黑龙抱进怀里。你愣了一下，没有想到魔龙王也有这样的慈父心肠，你总觉得不对劲。柳如烟却没有你这份清醒，他神色复杂的看了魔龙王半天，终于释怀的叹息一声，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孩子的父亲，即便我们永远都会被困在这苦海之渊中，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那么我也心甘情愿。听到他这么说，魔龙王却是嘲讽的仰天狂笑，谁要和你永远待在这个鬼地方？本座是魔龙王，要带着魔龙一族统治这6界。话音刚落，魔龙王的神魂就猛地朝着黑龙体内冲去，你瞬间明白过来，他这是要夺舍。黑龙和魔龙王血脉相连，是最好的夺舍目标，再加上黑龙体内还有柳如烟的金龙血脉，导致诛魔阵对他的压制不足一半，以他的修为可以轻易挣脱。果然在他的神魂进入黑龙体内的那一瞬间，诛魔阵就开始震颤，黑龙拼命挣扎着，已经渐渐从诛魔阵中露出一只手，他顿时欣喜若狂。柳如烟却是神情惊骇，魔龙王竟然连亲生儿子的身体都强占。经过刚才的生死争斗，柳如烟对魔龙王的感情早已灰飞烟灭，他现在满心满眼的只有黑龙这个儿子，可是现在连儿子也被魔龙王杀死了。柳如烟彻底绝望，精神崩溃，而此刻的他似乎终于清醒过来了，他猛地扑上前去，用手中最后一件法宝斩下了黑龙的头颅。你竟敢杀了我儿子，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魔龙王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从没放在眼里的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竟然会给予他最致命的一击，他简直快要气疯了，神魂上的魔气浓黑如墨，他一把掐住柳如烟的脖子，暴跳如雷的嘶吼着：你这个贱女人，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给毁了，你给我去死吧！魔龙王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柳如烟的神魂撕吃入腹，整个苦海之渊都回响着他凄厉的惨叫声。而吞吃了金龙魂魄的魔龙修为大增，竟然开始冲击诛魔阵，他的垂死挣扎的确很有效果，如果给他一段时间，说不定还真的能够从苦海之渊挣脱出来。但是他忘了你还在，你冷眼旁观着这一家三口狗咬狗，只觉得畅快极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死法，是比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所以重视在意的血脉相连的孩子被自己心爱的另一半亲手所杀更为痛苦的呢？柳如烟背叛你的仇恨已经在刚刚彻底消散了，因为你清楚的知道他临死的那一刻，心中的痛苦绝对比你遭受过的要更加痛苦千倍万倍。现在只剩下魔龙王了，你划破手心，将金龙族龙王的血液融入诛魔阵中，诛魔阵瞬间霞光万丈，耀眼的光芒笼罩着整个苦海之渊。魔龙王的神魂在这光芒之中开始渐渐溃散，他不甘的怒吼着：不是这样的，我才是这6界的主宰，不该是这样的。他的怒吼声随着神魂一起灰飞烟灭，彻底的消失在这天地之间。苦海之渊中的不死魔龙们，随着魔龙的消失渐渐开始溃散，彻底的化为飞灰。魔龙一族从此湮灭不复存在。就在魔龙一族灰飞烟灭的那一刻开始，仙界其他各族联合起来冲着龙族发难，理由便是你违背天道，肆意诛杀其他仙族，他们要替天行道。你觉得好笑？当初魔龙一族即将突破封印的时候，他们个个胆战心惊，如临大敌。现在你彻底解决了这最大的隐患，结果他们又反过来讨伐你，说的那么义正言辞，冠冕堂皇，其实根本原因不过是忌惮金龙一族的强大，眼红你这龙王至高无上的尊贵，想要取而代之罢了。你对此早有预料，岂能如他们所愿？你当即祭出心口的那一枚精灵，精灵的出现代表着你的修为已经抵达巅峰，即将迎来化为应龙的雷劫。就在讨伐大军抵达你面前的那一刻，你身上的灵力瞬间暴涨，天空中雷声阵阵，紫色的9天玄雷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直的朝着你劈了过来。你却丝毫都不畏惧，当即化作金龙之身飞身而起，迎着雷霆冲了过去。金龙与9天玄雷纠缠在一起，淬炼着你的龙身，你强大的灵力势如破竹，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震慑九霄。只听一声清脆的龙吟之声，你化作应龙扶摇直上9重天，撕裂天空，深入另一重天界。在你飞升之后，9天玄门彻底关闭，自此之后，你成为凌驾于仙界之上的上仙。曾经还要讨伐你的仙族，此刻都需跪伏在你的神像之下，对你3跪9叩，你也从此成为了仙界的传说。